吃素也算杀生吗？关于此质疑，先请教阁下：一、细菌、病毒也算是生命吗？二、砍下植物之根、茎、叶，植物还会再生，但割掉动物之四肢、躯干，命还有吗？圣严师父解释，杀生的界定，就是能够知生怕死的动物，而不及于植物。所以，佛陀论六道轮回，有一、天人，二、人，三、阿修罗，四、地狱，五、恶鬼，六、畜生，而不及植物。佛教认为，凡是有情识的众生，因有感知与贪生恶死，若对其造成伤害，则结下怨怼的恶因恶缘，造成轮回生死互相酬偿的问题。而植物没有心识，所以属于无情生命的范围。因此，实书并不算杀生。虽然植物亦同人、动物一般，同样有痛感神经，但植物没有灵魂，而动物和人一样，肉体内均有着灵魂，故在遭受伤害之时，灵魂会因肉体之神经传来痛觉而感到痛苦，乃至嗔怨之念升起。选择吃素，并不是特别的高大上，只因人被造之初，需有物质以维持生命，所以在无奈之下，我们从众多食物之中选择伤害程度最低者。儒家有言，方长不折，起折不杀，讲的就是对生命之慈爱与尊重。曾经致力于科学发展的物理学界，对于光是由粒子还是由波所组成，一直争论不休。对牛顿来说，光是由沿着直线运动的微小粒子，他称为光粒子组成的。但也有人认为光是一种波，否则无法解释光的绕射，也就是使光改变前进方向的现象。这两种观点都有能解释与不能解释的地方，所以谁也无法说服谁。后来又有学者想以双狭缝实验的做法，用来验证光到底是粒子还是波。结果1909年，英国物理学家泰勒爵士 Jeffrey I. Taylor 重做杨氏的双狭缝实验，却又扯出令人瞠目结舌、无法相信的结论。观察者效应 （Observer Effect） 是指观测这种行为对被观测对象造成一定影响的效应。也就是说，本该最客观的实验作业，不会因是否有人观察而结果不同。然而不幸的很，事实上，该实验的结果竟会因是否有人观察而结果不同。其实，人只认同自己的见闻、觉知和欲望，根本就无所谓真理越辩越明之时，有的只是有理讲不清。爱怎么做，就看自己的心念欲如何抉择。只是须记得，当下之抉择，总有因果而生，最后终要面对结局，如是而已。